我们什么时候要回家？爸，我们就在家里啊。什么时候要回家？什么时候要回家？你刚刚已经问过了。我们要回家了吗？不是你不孝，是这样一直被问，真的很容易撑不住。失智长辈一直问同一句话，最折磨人的不只是那个问题，而是你知道他不是故意，却还是快被问到崩溃。今天不讲大道理，只给你如果真的用得上的3步回法：先接情绪，再给短答案，最后把人带离焦虑。很多照顾者最痛苦的不是回答1次，是回答了10次、20次之后，开始怀疑自己怎么变得这么没耐心。可是你先不要急着怪自己，失智长辈一直重复问，很多时候不是故意找你麻烦。如果你一直纠正，一直解释，一直想把它讲懂，你会越讲越累，他也可能越来越不安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要你更忍耐，我们要换一种比较不伤人，也比较不耗尽自己的回法。这也是失智爸妈先别急着回这个系列想陪你练习的事。不是每一句都要马上答对，而是先不要用最伤人的方式回。失智长辈一直问同一句话，通常不只是忘记而已，他表面上可能是在问什么时候吃饭，什么时候回家，妹妹什么时候来，可是底下更可能是在问我现在安不安全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你有没有忘记我。所以很多时候他不是在考你，他是在找安全感。如果我们只想把事实讲正确，很容易就会越讲越烦。但如果我们先看到他背后的不安，回法就会不一样。第一步，先接情绪，不先揪这时。例如长辈问我们什么时候要回家，很多人第一句会直接回这里就是家啊，你怎么又忘了。这句话很自然，因为对你来说这是事实。可是对失智长辈来说，他听到的可能不是答案，而是自己又错了。你可以先改成你是不是有点不安，你在担心回家这件事，对不对？你先回的不是对错，你先回的是那个情绪。第二步，给短答案，不要长篇解释。句子太长，对失智长辈来说很容易变成一团噪音。你可以改成短一点，现在先不用出门，我在这里。晚餐6点半，我陪你等。他等一下会来，我陪你一起等。不要一次塞太多资讯，一句话一个意思，对方比较接得住，你也比较不会越讲越累。第三步，把人带离焦虑，不要让对话一直卡在同一个问题里。我们要回家了吗？这时候你可以说，来，你先陪我坐一下，你先帮我把筷子拿过来，来，我们先喝一口水。你如果一直担心，我把时间写在这里给你看。你不是在敷衍他，你是在帮他离开那个一直打转的不安。有时候一张小纸条，一个白板，一个固定的小动作，比你解释10次还有用。我们来看3个家里最常发生的情境。现在可以吃饭了吗？这时候不要急着回，你不是才吃过点心？你可以改成，你肚子有点饿了，对不对？晚餐6点半，我陪你等。来，你先帮我把碗排好。这句话里面有3件事，先接情绪，它可能是也可能只是焦虑。再给短答案，晚餐6点半。最后给一个小动作，让他不要一直卡在什么时候吃饭这件事上。我们要回家了吗？很多家属会直觉回，这里就是家啊。这句话没有错，但它可能让长辈更挫折。
你可以改成你想回去熟悉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我知道，现在先坐一下，我陪你。你不一定要马上把现实讲清楚，你可以先把他的不安接住，因为很多时候他说要回家，不一定是在找地址，他是在找一个熟悉、安全、可以放心的感觉。妹妹什么时候回来？不要再说你刚刚已经问8次了，你可以改成你在等他，对不对？我知道，我把时间写在这里，等一下我们一起看。如果这件事他一直问，你可以把答案写下来，例如妹妹5点回来，晚餐6点半，今天不用出门。不是每一次都要重新讲一遍，有时候是要帮自己准备一个可以重复使用的工具。如果你现在很想承认一件事，你不是不知道他生病，你也不是不懂要有耐心，你只是被同一句话磨到快没力了。这不代表你不爱，只代表这件事真的很耗。所以你不一定要每次都靠意志力，你可以先准备固定句子、固定小活动、固定白板，把每一次都临场应称改成我先帮自己准备好回法。你不是不爱，你只是太常一个人硬撑。而照顾爸妈本来就不应该把自己顾到不见。最后也提醒一下，如果你发现长辈最近沟通突然变得更难，或者你怎么调整都觉得比以前更不对劲，不要只怪自己没耐心。有些时候失力或身体状况的变化也可能让沟通变得更困难。这时候除了调整回话方式，也值得把状况记下来，和医师或专业人员讨论。你不用把每一句都回得完美，你只要先不要再用最伤自己的那一种回法，先接情绪，再给短答案，最后带离焦虑。如果你家也有这种情况，把这支片先传给那个最常被说你再耐心一点的人，因为很多时候他不是不够耐心，他只是已经撑太久了。顾爸妈，人家了。我是阿和，我们下一支影片见。